阿浩，这次去京城我就不跟你去了。陈雪抱着他一只胳膊嘟着嘴道。怎么了？奶奶这2天身体不好，我打算回乡下去陪她几天。这是林浩自然不能说不行，想了想道，那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乡下，顺便也看看老人家。阿浩，前天我去探视我哥了。林浩沉默良久，叹了口气，咋的？心中还有怨气？又不怪你，我怨啥？况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哥被抓的还及时，关个几年至少保住了小命，就按他当时的心思，再干个2年，不定能干出什么丧天良的事来。到时被抓估计直接就为花生米了。你哥在里面还好吧？老实着呢，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老是挨揍，狱警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，听说现在好多了。为啥？还能为啥？我们干的是不光彩呗。林浩笑了笑，可以这么说，这2货的行为让人气愤。现在跟着大狱后边感觉咋样？挺好的，刘总教了我不少东西，让我再跟他2年，然后就放到市场部去。2人边走边聊，很快就到了省城。到达京城已经是下午2点多，来接机的是于法科的助理小曾。林总，于总下午有个会，让我先带您去酒店休息。麻烦了。林总，您这边有啥吩咐尽管说就成。没事，你忙你的吧。那好，晚上于总会过来和您一起吃饭。到了酒店房间，林浩先给陈雪打了个电话报平安。他开始安排这一行的正事，明天得去一趟市驻京办，然后就是跟于法科谈2件事，一是自己入驻其新的高科技公司的事，第2件就是自己成立投资公司，对方参股的事宜。这些事办完，他还得去一趟港城。很快，于法科就到了。阿雪怎么没来？临时有点事，晚上吃什么？炒饼。林浩翻了个白眼，老子大老远来，你就给炒饼啊？有炒饼就不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儿原本有几个兄弟带我闯百凤局的，就你丫来了，我才没去，别不知好歹。真有百凤？咋的？想要哥们带你去见识一下？虽是这么说，于法科还是比较了解林浩，知道他不怎么喜欢那些2代纨绔。别扯淡，中午吃的是飞机餐，早就饿了。2人离开酒店，找了一个小酒馆，随便吃了点。回到酒店，2人就在1楼的休闲厅里喝茶闲聊起来。你那个投资公司我投了，你能给我多少股份？叶总他们大概能投个1/5左右，我还想留1成给我大舅哥，剩下就是咱俩的，2一天做5。那就我3/5，你4成吧。没问题，不过这个公司我要求绝对的话语权。啰嗦，高科技公司你打算投多少？你给多少我就投多少。我这边要引入少量其他的资本，有些事我没法和你解释得太清楚。林浩点头，表示自己理解。这样吧，给你3成的股份。行，10月份前会到账。说起10月份，于法科面上又浮现了见笑。标普指数下降到了640多点，你觉得还有下降空间？不清楚啊，反正我告诉约克，一过9月就抛，不管是多少。你要觉得不稳当，现在抛了也行，反正已经赚得够多了。别，倒是真接着想，我得后悔死。看你赚钱，比我自己丢钱还难受。滚你丫的！聊到大概11点，于法科原本不想回去，打算跟他一起挤挤，被林浩给撵滚蛋了。2个大男人有啥好挤的？次日一早，林浩穿的稍正式了些，这样的天气穿皮鞋来到这个时空也是第1回了。来到市驻京办，接待他的人叫罗广浩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国家青联，先是报个到，可能会有人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别紧张，如实回答就行。对了，每年的优秀青年获得者会在首都高校开展1次演讲，今年极有可能是京大邀请，都是荣誉来着。林浩神情愕然，这不是还没定吗？我有可能选不上呢。对自己要有点信心，我感觉你的机会很大，演讲稿你可以提前准备着。驻京办有车，是一辆老的蓝鸟。上车之后，罗广浩开玩笑道：“林总，这你可得见谅，我们就这条件。”林浩笑了笑：“罗领导，你们要是接受捐赠，我送一辆车给你们。”哈哈，那倒是不用，车子太好也不合适。到了地方之后，林浩便和罗广浩分开，被带到一间小型的会议室内。没一会，便有2人走了进来，一男一女，年龄大概都在40多左右。评选青年，终于看到一个真正的青年了。女人还没坐下就开了个玩笑，然后对起身含笑的林浩示意：“坐吧，别紧张，我们就是了解一点情况。”2人提前看过林浩的简历，还是对他蛮好奇的，特别是24岁的年纪，白手起家，创下亿万身家。越是体制内的人，越是理解这一点有多么的不容易，除非你有人脉资源傍身，不然一般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2代人以上的积累，方能做到这一点。女人蛮有亲和力的，倒是那个男的不苟言笑，面色严肃，坐下便问道：“林浩同志，对于你的资金来源，有1:6亿的资金表述不明，只说是投资所得，你能细说说吗？”林浩坐正身体：“说实话，我也不是很了解，
我跟于氏的关系一直不错。1年半之前，我在海边捡到了一块龙涎香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和古董不一样，捡到便属于个人财产，允许买卖。我便联系了一个京城的买家，当时卖了2000多万的现金，再加上我和于氏合伙做生意，从于氏借了几千万。当时于总告诉我有一个投资的项目，我便掏出4000万，然后几个月时间就赚了6个亿。具体怎么赚的，我没有细问，如果组织上有需要，过后我问完之后再写个细节报告也行。两人微微点头，也明白了。看来林浩能走到今天这步，是有于是这样的大资本扶持。女人含笑，手在桌面上轻敲了一下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只是简单了解一下。对了，你最近在读什么书？这个话题转得有点突兀，好在林浩一直很放松，几乎没怎么考虑，便回道：其实我是一个渔民，没太多的时间看书，倒是刚看完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还有我本身是路遥先生的粉丝。问题不少，而且五花八门的，从看书又回到了接下来工作上的打算，然后又转换到家庭的一些情况。大概40分钟之后，问题才结束。至于2个问话人的感官怎么样，他也不是过于在乎。说白了，这个评选上或者被刷，对他本人来讲几乎没什么影响。倒是评选上之后，他还会多一些繁琐的事。其实两人并不知道，两人走了之后，问问题的两人也起了一些争论。自我意识中奉献的太少，年纪太轻，对党性、信念理解的不够深刻，而且身上利益的味道过重。这是问话男人对他的评价，还算是婉转的，没有直言一声的铜臭味。女人倒是表达了不同的观念。年轻人很真实，从不粉饰自己的过失和成绩，这一点极为难得。看重利益，但又明白自己为何赚钱，从一下子捐款1亿多就足以证明。况且他身上没有那些有才气就漂浮的毛病，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一点很不容易。见男人还要反驳，女人再度道：我们不能以体制内的态度来要求一个24岁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。男人还想再说什么，但被这句话说的一时不知怎么说了，许久才微微点头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